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密说。这期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乌军除了袭击别尔哥罗德州，还会干些什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可以搜索一下乌克兰战争。5月22号，乌方为数不少的武装分子乘坐装甲装备侵入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越过边界的时候似乎没有费什么吹灰之力，结果呢，造成这一地区的平民伤亡，几个地区被迫进行紧急撤离。第二天，俄罗斯开展清剿行动，这一地区呢枪声不断，俄军呢重新控制了格洛托沃和科金卡居民点。考虑到乌方武装人员在道路上设置了工程爆炸物，俄军呢要求当地的居民待在家中，以确保安全，同时呢不要妨碍搜捕行动。夜间，乌克兰借助无人机企图攻击别尔哥罗德联邦安全局和内务局的大楼，乌军的炮兵呢还在后方进行了不间断的炮火支援。5月23号，俄国防部通报，武装分子被打死了70多人，缴获4辆步战车、5辆皮卡。科隆大学的教授耶格在图片报上撰文说，乌克兰袭击别尔哥罗德州，除了是对巴赫莫特失守采取的报复行动，对西方具有重要意义的，还在于这一次是俄罗斯公民针对俄罗斯展开的行动，是为反抗普京而采取暴力的方式，因为和平的路呢走不通了。但更有可能的是，乌军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他们想牵制俄罗斯的兵力，迫使俄军关注漫长的边界以及附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安全。德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卡尔对别尔哥罗德州科金卡地区遇袭和俄方专家的愤怒的反应呢进行评论，说俄罗斯目前的政权呢是稳定的，没有看到俄罗斯社会的任何分裂。公开批评在俄罗斯是常见的言论。卡尔认为与乌克兰专制制度不同，乌克兰安全局不允许批评任何失败，而在俄罗斯呢却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令政府不快的观点，但这个并没有危及俄罗斯的稳定。有的电报频道引用乌总统府的信息来源，说在俄罗斯领土组织大型破坏活动，与其说是制造俄罗斯局势不稳，不如说是满足乌克兰爱国者的要求。他们需要大捷，就像吸毒者需要毒品。有博主说，打着俄罗斯叛乱分子的旗号的行动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亲自指挥的，但是基辅的总统办公厅声称呢，这与基辅毫不相干。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声称，乌克兰与别尔哥罗德州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任何军用品商店都出售坦克，地下游击队呢也是俄罗斯公民。在此之前呢，别尔哥罗德方向可能发生大规模破坏活动是早有预兆。自由媒体曾经报道，5月11号夜间有消息称，乌军分队从哈尔科夫出发，似乎想对别尔哥罗德发动袭击。而且在乌军战略战役部队集群的文件中，这个行动被称为佯动。俄方不得不承认乌方总能够想出新花招，俄方显然对此呢没有防备。军事记者科诺瓦洛夫警告说，乌克兰各类破坏活动的背后是强大的外国的情报分析中心，类似破坏行动显然带有英国的痕迹，许多特征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的专家预测基辅当局下一步很可能在海上发起挑衅，比如说用无人机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港的设施。英国拥有五花八门的海上作战的装备和丰富的使用经验，他们对与乌克兰通力协作打击消耗俄军是很感兴趣。那俄罗斯如何限制乌方的破坏活动？现在打击恐怖主义与10年前迥然不同，与此相关的技术水平是明显提升，安装了各类摄像头和跟踪系统。俄罗斯手中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王牌，被正确的加以利用和运用。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